没有哪场戏让你觉得真正走进了你的角色，让你理解了他的所有选择？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在真心和张准第一次发生完关系之后，真心就是通了个宵，然后在那里喝着咖啡，就感觉抽了很多烟了，最后下定了决心要把这些照片删掉。那场戏是我觉得我最进入角色的一次吧。对，我是在一张一张删张准的照片的时候，就感觉在逼着自己忘掉这段回忆。真心不是这样的人，然后我也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会珍惜自己每一段回忆，无论是好是坏。所以我觉得当他下定了这样的决心，说我要就是用这样子直接的方式，就是把这些照片全都删掉的时候，我会感受到那种我自己内心的那种撕裂吧。他可能自己心里面也一部分是他不愿意去承认自己做了这样的事情，一部分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动了情，然后另外一部分是他真的没有办法去想到一个更好的处理方式了。唯一的办法就是那我就删掉好了。我的话是我在读方式给高准写信的那一趴，就是我看到那些对我的一些关心，我会非常的感动，因为能打动我的只有真诚。彼此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哪一场？就是有没有哪一场戏看完之后两个人都很久没能出戏的一个瞬间？我觉得是心理治疗室那场吧。就是高准给方式坦白自己的隐私嘛，不愿意说出来的那一趴，就那一趴是比较难忘的。每一趴都挺难忘的。这就必须选一趴的话，我可能真的选不出来。就是我觉得每一次我们俩在搭戏的过程当中，我都觉得我在认识一个新的疏远，认识一个新的张准，一个新的高准，每一次都会给我带来很多惊喜，然后很多意外，就是都让我印象蛮深刻的。就是我感觉在这短短的1个月里面，我见到了好多个不同的疏远。对。那对于背台词和理解人物，你会觉得哪一个更难一点？理解人物，背台词。在表演上，对方最让你佩服的是说因此的一点是什么？我感觉他共情能力特别强，他可以就是一条比一条更好。我觉得他最让我佩服的点是他沉浸在角色里面的时候吧，就是我会很痛很累，尤其是我记得昨天拍那个7杠20的时候，就是我在拍之前，因为那场戏是上来就要哭嘛，然后我就会读很多遍谢丹怡跟他的那个对话，然后听着音乐，然后去脑子里面去想这些话，然后我在那里坐了半个小时吧，就一直在酝酿这个情绪，然后又不能真的哭出来，要不然一会儿眼泪流干了，然后一会儿到现场又没办法哭，就我一直憋着眼泪，但一直要留在情绪里面的时候，半个小时真的拉满了，我觉得我多待1分钟我都要死了，就是真的心也疼，然后胃也疼，然后浑身都在抖，然后就不行，真的不行了，然后我去走了走，缓了缓，然后我觉得就是情绪酝酿的差不多了。对，但是我看他永远都是可以就一直沉浸在角色里面，就尤其是我们拍那个诊疗的室的时候，他就坐在那里，虽然他脚很痛，然后浑身都很累，但是他就是一直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去想自己的角色，我觉得很让我佩服，我做不到就待着这么久。整个戏里面有没有就是最喜欢自己角色的一句台词，就是现在一下子回想起来的一句台词 Justin， 我是你的上司，在这个行业我是可以毁了你的。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一句台词？多霸气啊！就昨天拍的吧？还有一个472部，对，就是昨天拍的那个。对，472部吧。这个台词就是我昨天也说了，就是我觉得是我在读这个剧本的时候，就是读到第7集就那一刻，我是起了鸡皮疙瘩的。首先是他跟谢丹怡的那通电话就很感人，他在接电话说的第一句话是“你光打电话干嘛？有种你追出来啊！”但是真心就在后面就看着他跟谢丹怡打了这一通电话，看着他受了这些伤，看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做，然后真心就接了一句“我追出来了”，然后跟他讲“我一路都跟在你后面，我看着你经历这一些，然后我很心疼，我要告诉你我愿意为你”。真心第一次当着张准的面哭的那一刻吧。我好想把他俩都骂一顿，我想把真心和方池都骂一顿，就他们很多地方做的很过分啊，因为他们太自私了。但是爱本身我觉得也不可能100%是无私的，对。但是我会想，因为我要演他们两个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会生自己的气吧。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但我又能理解我为什么会这么做，所以我会想去跟他们吵一架，掰扯。那我的话，我想对张准说，首先就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家人。第二个就是祝贺他如愿以偿走上了红毯，然后对高准的话，希望他有一天能够真正走出黑暗。然后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拍摄的时候两位是怎么去培养默契？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平时拍戏之前都会先走戏嘛，我们也一起上了表演课，所以说配合默契这些还是有的。我觉得说实话，到现在我们俩还是就是看状态吧。对，状态好的时候，咱俩就同频很快，就是能感受到彼此发射出来的情感，然后看到彼此眼神里面想表达什么，接受到了以后再传达回去，就跟打乒乓球一样，但是就很游刃有余。然后有些时候就感觉连拍子都拿不稳。通常有没有哪一场戏就是笑得特别的厉害，笑得特别的停不下来，或者是 NG 4个 NG 的
说很多次。那冯雨婷那场吧，就是那个，对，我走滴早了。眼药水那场就不知道为啥就一直在笑，天哪，轮流忘词儿，然后轮流瞎做事情，就是马上要收工了，最后一场了，然后就感觉大家都不想走了，就感觉在故意的 NG。我是那一场第一天学姐那一场，小邓出现在我面前嘛，因为镜头看不到他一直在吐泡沫，我根本听不清他说了什么，就看到他这个动作，就看到他这个动作。因为这个是一个修饰的结构嘛，真心和张哲，然后方式和高哲这两对他们的互动模式和情感表达，包括人物性格什么差别都很大。然后你们各自会更喜欢哪一条线呢？就是对于你们两个来说。你说更喜欢高准和方赤的故事，还是更喜欢真心和张准的故事？是吗？可能自己会更喜欢方赤和高准这种彼此救赎的感觉吧。就是两个比较有反差。对，因为我觉得真心和张准的话，我也很喜欢。首先，为什么没有选择他们呢？是我觉得他们没有他们难，也不一定，都喜欢吧。这个很难回答。我觉得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会更能欣赏到其中一条线吧。此时此刻，我可能会觉得这种就是死了都要爱的感觉，更容易打动人吧。其实我的话，就是这两个其实我都喜欢，因为那个张准跟我本人是有很大的相似点，然后高准呢又对我来说非常有挑战性，所以说这是我又勇于挑战自己，但我也勇于认清自我。那开始时因为两个人状态差异比较大，那开始时你是怎么快速在这两种状态中进行切换的？就比如说上一场戏还是方式，下一场就变真心了，下一场戏还是高准，下一场就变张准。有一场戏是就是在方赤去做治疗的那一场戏，就是要从真心那种大大咧咧的状态走进到那个诊疗室里面，然后躺在那个诊疗椅上，然后瞬间睁眼变成方赤。其实最快的方式对我来说，其实有个技巧就是戴眼镜嘛，对吧？你把眼镜一戴就是方赤了，眼镜一摘就是真心了。然后就是把声音压低一点，然后说话的语速稍微慢一点，在方赤的时候，然后更像一个专业的医生在跟病人讲话。真心可能就是他首先语速会快一点，然后声调会高一点，然后整个人的状态也是那种对什么都不在乎的。可能方赤他给人的感觉也是对什么都不在乎，但他其实就感觉是那种会小心翼翼的观察每一件事情，然后去处理好每一件事情那种。两个人的感觉不太一样。对，但是其实最开始可能很难找，但是后面就有点习惯了，就是这一场是方赤，我大概知道自己要怎么做。就是在逐渐的熟悉的过程中，找到了替换角色的一个技巧。对，其实技巧的话倒是没有太多，我觉得是更能理解这个人物吧。张准还是高准？张准他是有生活的压力，包括他的女朋友也好啊，他的奶奶也好，但是他又很热爱演戏这一行业，不得不去推他一把。首先这个技巧的话，就是感受到这个压力。对，如果是这些压力放在我身上的话，我应该会怎么做？高准的话，首先我在拍摄期间，我有看过那些幽闭恐惧，它到底是什么样子，他到底在害怕什么东西。那接下来点轻松的，就是说你拍摄期间在剧组比较难忘的一些剧组日常是什么？比较难忘的剧组日常，导演天天投喂，文导导演，文导天天投喂，你一般投喂些什么呢？蛋糕、咖啡、奶茶、炸鸡、鸭脖、鸡胗，没有鸭脖，鸡胗，没有炸鸡啊，烤鸡。印象最深刻的瞬间，我真的不是客套，也不是官方啊，就是我觉得每一天都能拿出来说那一天里面的瞬间。如果说最难忘的话，应该是还没开机的时候吧，我就是上表演课的时候，那段时间应该很难忘。就是我们两个刚开始接触，在排那些戏的一些调度的时候，我们提前自己适应，然后去带入角色，去走一些台词，走一些调度的时候，去想象到开机的那一天，然后现在坐在这里去想象当时想象开机，我们现在在想象之前，就是还挺奇怪的。我感觉当时我觉得杀青那天离我们好遥远啊！说这30多天拍12集内容，我天哪，这要拍多久？我得累死吧！到时候我能坚持过来吗？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其实那段时间的担忧都是没有必要的，所以我觉得很多让人担心的事情，最后都不一定会发生。那拍摄中我们入戏的人各个的童子老师也是有来回探班嘛，就见到童子老师的感受如何？好年轻啊，小小的一只，好年轻。那天的话，见到童子老师，感觉是有一些压力在的。对，就是感觉原著创造这些角色的这个人坐在这里看我们饰演他的角色，他会满意吗？就我会心里面有一种就是要对得起他的创作的那种感觉在。我就会觉得，如果我创造了一些角色，如果真心、方赤、高准、张准这些角色是我写出来的，我看到别人在演，觉得演得不好的话，我肯定会很难过。我会觉得，我希望可以让他满意，希望可以让他觉得我们把它诠释出来。对，我觉得当时这件事情可能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吧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就坐在大街那里看着我们表演他的角色。童子老师对两位表演当天说看到这个最后那一场都对两位赞不绝口。是吗？对，就是这样那一场的哭戏也对的。哇塞，谢谢。如果未来有机会2搭的，会想和对方尝试什么类型的
设定或者角色呢？师生，我要当个老师，我天天鞭打他。我觉得下一次可能可以换一种题材吧，对，可能我们可以试一试一些新的感觉，对，不一定要继续爱情电影，我们可以试试什么悬疑片啊、犯罪电影啊、动作电影啊，我们尝试打戏啊什么的，就给大家一些新的体验吧。你们觉得对方的吸引力大于多少岁？3岁，差不多。都觉得对方是3岁是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他特别的活泼，我可能做不了那么活泼。我觉得他为什么说他像3岁，就是因为他叫很多。应该3岁都说多了，1、2岁吧，就刚出生的婴儿，对，婴儿睡眠，就是每半个小时得睡一会儿，就是感觉永远都能在现场看到他在各个地方找时间补觉。因为自己是第4任人嘛，那4外的话，最想给对方的评价是什么？评价？就不管是相处方面还或者是说演技方面都 OK。我想到了一个他之前给予过我的评价。我之前给予你哪个评价？你快点好好给予一个评价。咱都杀青了，这还停留在帅呢。你怎么跟导演一样？我是个颜控，大家都知道。给予评价，我觉得你很坚强，我觉得你做到了很多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象的事情，我是真的很佩服你。我觉得高准和张震这2个角色必须由舒云来饰演。好高的评价，一下让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说帅，OK。第2个特别难评，就是在拍戏期间2位平时都会有一些小作业，会把每天的感悟写在墙上，然后我们把2位珍贵的这些纸条做成了一个留言板，然后现在请2位分别从对方的留言板里面挑选3张你最想听对方提示的纸条，我们现场来一个小小的复盘。我可能会挑选最后3天，你这个是最后3天吧？1、2这样子，对吧？应该是4月1、4月2、4月3。解释一下吧。我需要拿下来吗？还是你直接解释就好？可以直接拿下来。解释。这个是我以张准的角色写的，只再次见到你，我竟然有些恍惚，就是火锅店追出来那个。我作为一个张准，我万万没想到他能追出来。这2个呢，老师？这个就是我们拍那个画展的那个。高准看画，眼里全是艺术，满是艺术。对，全是艺术。字面意思吗？对，字面意思。好的。10-7拼一把。可以的，满意吗？最后啊？你对你的10-7满意吗？最后？我觉得还可以更好，还可以更好。对，怎么样？再去一次？我觉得对自己可能永远都没法达到满意吧。You can only win when your mind is stronger than your emotions。为什么这个是几号？我具体不记得了，但我记得当天是因为我情绪很差，影响到了我在拍摄的时候没有办法集中在角色里面。我会觉得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的意识强于自己的情绪，然后让自己知道自己在此刻该做什么，然后情绪是服务于我的，然后而不是我服务于情绪。对，我会觉得这个很重要吧，然后我就写下来。我写下来的东西其实都是我希望我能做到的东西，很多我写的这些都是，要不然是鼓励自己的，要不然是当下的想法，要不然就是希望自己能做到的一些。我说这个小伙伴评价高老师这样在写哲学，表现的改小都非常的有哲学性。我粉丝经常也说我像哲学老师。It is okay not to be okay。这天就是我当天就是很不舒服，然后就是状态不是很好，但是要接受自己有这样子的时候，经历就好。因为我觉得我那天确实也经历了，但是我的状态确实就在那里，我没办法。所以我说有些时候要接受自己，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好，没有那么完美。就是希望今后的每一天都能像杀青一样快乐。那我杀青不快乐怎么办啊？没有，谢谢。很幸运能遇到你，然后谢谢你，辛苦了。